你正站在洛杉磯的蓋蒂中心，燈光很柔和，周圍也特別安靜。就在你面前，一個玻璃掌櫃裡放着一件東西，它沒有黃金那種耀眼的光澤，也沒有雕像那麼宏偉，就是一本書。但你又知道，這可能是在整個美洲大陸上我們目前能找到的已知最古老的一本書。它的名字叫《墨西哥瑪雅手抄本》，誕生在公元11到12世紀。這比歐洲的文藝復興還要早上200-300年呢。而且它的非凡之處還遠遠不止年代久遠。任何對中美洲歷史稍微有點了解的人都會告訴你，一本用樹皮和石膏做的書能在那種環境下保證將近1000年，這本身就是個奇蹟。對，我正想說这個。中美洲那種熱帶雨林氣候又濕又熱，是的，潮濕多雨，還有霉菌昆蟲，時間會把一切有機物都給吞噬掉。但這個還只是他要面對的第一個敵人。還有一個更要命的敵人是人。沒錯，16世紀西班牙征服者和傳教士的到來，帶來的是一場文化上的浩劫。他們覺得瑪雅人的書是異端邪說，所以就發動了系統性的焚燒。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聊聊這幾個核心問題。這本幾乎不可能存在的書，它到底是怎麼在自然和人為的雙重毀滅下幸存下來的？還有，為什麼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它一直被頂級的專家們堅定地認為是贗品？最重要的是，這本神默了快1000年的書，它究竟想告訴我們一個什麼樣的瑪雅世界？好的，我們來深入聊聊它那一段爭議特別大的前半生。你剛才說它能活下來是個雙重奇蹟，但好像也正是它的出場方式，讓它從一開始就疑點重重。對，問題就出在它的來歷上。它不像別的文物是在那種很嚴謹的考古發掘裡找到的，它的故事要從1960年代中期說起，突然就出現在墨西哥城一個私人收藏家手裡。突然出現，就是突然出現，沒有任何官方記錄，只有一個說不清道明的傳說，就說是盜墓的從一個乾洞穴裡給挖出來的。你說，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來歷，讓他從一出生就帶着一種原罪了。我明白了，所以專家們第一次看到它，反應不是哇大發現，而是充滿了懷疑。何止是懷疑，簡直就是近乎一致的斬釘截鐵的拒絕。當時啊，全世界公認的瑪雅手抄本真品就3本，還都放在歐洲。學者們就把這本新的書拿來跟那3本一比，發現它簡直錯得太離譜了。錯得離譜，具體是說哪些地方不對？你可以這麼想，當時的學者們就好像一群只見過倫勃朗畫的藝術鑑定家，突然有人拿了一幅畢加索給他們看。哦，這個比喻有意思。他們腦子裡對真品的樣子是固定的，那3本歐洲的手抄本畫面都特別擁擠，信息量巨大，細節畫得密不透風。可這本呢，風格是極簡的，留着大片的空白，線條又乾淨利落，所以在當時的學者看來，就根本就不是瑪雅藝術，而是一種能力不足的表現。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水平不高的造假者，因為畫不出來那種複雜的風格，所以才畫得這麼簡單？就是這個邏輯。他們覺得這是個不懂瑪雅藝術精髓的騙子，想模仿，結果就畫出個4不像。再加上他那個神秘的來歷，你想，在學術界懷疑他可比相信他要安全多了。所以偽造品這個標籤就貼上去了。對，牢牢地貼上去了，而且這一貼就是50年。這背後其實挺諷刺的，因為它如果是真的，那它就是唯一一本在西班牙人來之前完成，而且還一直留在墨西哥本土的瑪雅書。它反而是最根正苗紅的那個。是的，所以它要麼是一場高明到不可思議的騙局，要麼就是一個被歷史誤判了半個世紀的孤獨的幸存者。這個懸案一直到2017年、2018年才算最終解開。終於有人來給他平反了。對，一個跨學科的專家團隊決定，咱們先別爭論立場了，就讓科學來說話。他們給他搞了一場遲到了幾個世紀的審判。他們具體是怎麼做的？他們把所有能用的現代技術都用上了，用掃描電子顯微鏡去分析那個紙的纖維，確認是中美洲古代特有的無花果樹皮做的。所以材質是真的，材質沒問題。
然後用拉曼光譜法分析顏料，也確認是古代的礦物和有機顏料。最關鍵的一步是他們對一小片相本做了一個高精度的碳14年代測定。結果呢？結果顯示這張書的制作年代非常精準地落在公元1021年到1154年之間。科學證據一下子就壓倒了所有風格上的主觀判斷。這本被嫌棄了半個世紀的書，終於被確認為第4部幸存到今天的瑪雅古籍。當你真的看到這本書的時候，第一個衝擊你的就是它的形態。它跟我們現在這種一頁一頁翻的書完全不一樣。它是一長條，然後反覆折疊起來的紙，像個手風琴，或者說我們中式的那種屏風。對，你要讀它不是翻開，而是要展開。這種折疊書的形態在中美洲其實還挺普遍的。它的材質也很有講究，它不是我們熟悉的紙漿造紙，而是用那個無花果樹的那一層樹皮做的。樹皮怎麼做成紙呢？工匠呢會把樹皮剝下來，然後吹打、壓制，再把纖維用3層交疊的方式粘合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既柔韌又很厚實的紙。之後呢，他們會在表面塗一層非常薄的石膏，就像我們給畫布打個底子一樣。完全正確，就是為了創造一個光滑潔白的繪畫表面。好，我們說回它的風格，正是這種極簡的藝術風格，讓它一開始被誤認為是假的。那現在我們知道它是真的了，回過頭再看這種風格，它又能告訴我們什麼呢？它告訴我們一種少即是多的力量。你看別的手草本那個畫面恨不得把每個角落都填滿，但這一本的作者就非常自信，只用最乾淨的線條勾勒出最重要的形態，反而讓畫面更有衝擊力，主題也更突出。但最難得的是這本書，它讓我們有機會看到藝術家的創作過程。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完成品，更像是一個創作過程的現場錄像？這在其他手抄本裡是看不到的嗎？基本看不到。在另外的3本手抄本裡，畫面都經過了反复的塗改和覆蓋，最終給你看的是一個完美的結果。但在這本手抄本的第4頁，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藝術家在正式上色之前，先用淡紅色的線條勾了草稿。真的嗎？草稿都能看見？能看見。更有意思的是，他並沒有完全按照草稿來畫，他在上色的時候做了一些修改和調整。這也太神奇了，我們能看到他在創作中的那種猶豫和思考。沒錯，就是那些淡淡的紅線，還有那些偏離了草稿的黑色輪廓，讓我們感覺就好像能隔着1000年，看到那只手在紙上停頓思考，然後做出決定的那個瞬間。這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這麼近的去接觸一個瑪雅藝術家的創作思維，感受他怎麼去平衡傳統和即興。這種親密感真的是獨一無二的。你剛才提到他的藝術風格很簡潔，這種簡潔是不是也體現在用色上了呢？它看起來不像其他手抄本上那樣五彩斑斕的。問得特別好，它的調色板同樣非常克制，主要就是在白色石膏底子上用黑色和紅色。但是這些看起来很簡單的顏色，背後藏的信息可豐富了。黑色最簡單，就是普通的木炭。那種偏暗的磚紅色呢，是赤鐵礦，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地的顏色。這個隨處都能找到。但書裡還有一種更明亮的紅色，非常顯眼。對，那種亮紅色就沒那麼簡單了。它的來源是一種只長在仙人掌上的一種很小的蟲子，叫胭脂蟲。胭脂蟲，這個我知道。古代好像是用來做口紅的。是的，關鍵就在於這種蟲子和它能生產的顏料，並不是手抄本制作地隨處可見的。創作者必須通過貿易，從很遠的地方才能弄到它。這就說明了這本書的重要性。創作者不惜成本，也要用這種特定的、需要長途販運的顏料。完全正確。而且這還沒完，在手抄本的第10頁上，還出現了一小塊極為珍貴的顏料——瑪雅藍。瑪雅藍。這個名字聽起來就很特別，它有什麼不一樣？為什麼說它珍貴？因為它是一種人工合成的顏料。古瑪雅人把一種特定的粘土和從木蘭植物裡提取的靛青染料，經過非常複雜的加熱工藝，才創造出這種獨特的藍綠色。哇，這在當時算是高科技了吧？絕對是，而且它的化學性質極其穩定，幾百年甚至上千年都不會褪色。所以它的出現就說明制作者是不惜血本，動用了當時最高級別的技術和最稀有的材料。這些顏料像一個個暗號，
它告訴我們，這本書的制作耗費了巨大的社會資源，也悄悄地指向了當時不同文明之間存在的貿易路線和文化聯繫。所以，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麼？一本制作這麼精良、不惜工本的書，它到底是用來幹嘛的？它肯定不是一本給普通人消遣的讀物吧？在瑪雅世界裡，書是知識的載體，是社會記憶的儲藏室。它其實記錄了一個文明怎麼看待自己和整個宇宙。而這本手抄本的核心內容，不是歷史，也不是神話故事，而是一部關於金星運行週期的天文預報和儀式性指南。一部關於金星的預報，聽起來很專業。書的內容是怎麼組織的？它的組織方式極其嚴謹，甚至可以說有點刻板。每一頁都遵循着一個固定的4段式設計。如果我們從左往右看最左側是一列象形文字，代表瑪雅260天神聖曆法裡的一個日期。這個曆法，我聽說現在還有瑪雅社群在使用。是的，非常有意思，它是一種活着的傳統。好的，日期在最左邊，然後呢？日期旁邊，頁面的中上方會有一個紅色的圓形圖案，裡邊標着一個數字。瑪雅的數字系統很直觀，一橫代表5，一個點代表1。這個數字記錄的是金星週期裡的天數。好，日期、天數。再往下看，就是頁面的核心了。一位面向走方的神祇正在執行某個動作，通常是攻擊、俘獲或者壓制。而在畫面的最右端，就是這位神祇動作的對象，一個被擊敗的俘虜。所以每一頁都是日期、天數、神祇行動、行動結果這樣一個固定的公式。完全正確。這種嚴謹的結構其實是一種思維工具。你要知道，金星在中美洲文化裡是一顆充滿力量，甚至帶點危險氣息的行星。它總是在太陽邊上出現，要麼是晨星，要麼是昏星。它的軌跡複雜多變，很難預測。但瑪雅人好像很早就搞明白了。對，瑪雅人是古代文明裡極少數意識到晨星和昏星是同一顆行星的民族，這體現了他們極高的天文學水平。這本手抄本記錄的不是一次金星週期，而是長達140年的連續變化。這個嚴謹的公式就是幫助觀測者在看起來亂七八糟的天象裡理清秩序，抓住規律。那一個古代的瑪雅祭司，他究竟要怎麼使用這本來自天空的指南呢？它的實際用途是什麼？它的核心功能非常實用，它就是在告訴使用者，当金星運行到某個特定階段的時候，什麼事兒可以做，什麼事兒絕對不能做。像一本行為手冊。對，一本宇宙級的行為手冊。在瑪雅人的世界觀裡，天空和大地是緊密相連的。金星被認為是一種會直接介入人間事務的力量，它的不同位置可能預示着戰爭、乾旱或者是豐收。說白了，讀懂天空就是為了給地上的生活爭取一點確定性。我們來看個具體的例子吧，比如第4頁，這裡記錄的是金星的晨星階段，就是它作為啟明星在黎明前第一次重現光芒的那個時候。畫面裡的主神是一個長着長長捲鼻的神，這位是閃電和王權之神，叫卡維歐。在瑪雅觀念裡，他跟碎石、戰斧這些武器關係很密切。你看他手裡的長矛，那個矛頭上的波浪線，就是在表明這是一把用碎石打造的武器。他在這裡的形象是正在俘獲一個敵人。所以卡維歐這個形象，他俘獲敵人的動作，並不是在記錄一場已經打完的戰爭，完全不是。你要把它看成一種天氣預報。天氣預報，只不過它預報的不是下不下雨，而是宇宙能量的轉变。卡維歐的出現就等於天象播報員在說，高能量事件即將發生，請相關單位注意。他是在提醒人們，在這個階段，世界可能会向不利的方向偏轉，要保持警惕。因為戰爭和衝突的風險正在升高。一個非常嚴肅的天氣預報。我們再翻到第6頁，這裡畫的是金星的昏星階段，這個畫面可就非常令人不安了。主神變成了一具骸骨。是的，這個形象充滿了死亡的氣息。他的鼻腔裡插着一把鈍刀，一隻手舉着鋸齒利刃，另一隻手抓着一顆剛被割下來的頭顱。
整個形象傳達出一種強烈的恐懼感和混亂感。這也不是為了嚇唬人吧？當然不是，他是在用最直觀、最恨然的方式告訴人們，當金星進入這個階段時，世界的秩序會變得極其脆弱，死亡、疾病和失控隨時都可能發生。所以這其實顛覆了我們過去的一些認知啊。是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學者們普遍認為只有晨星剛出現那個時候是危險的、不吉利的。但是這本手抄本用無可辯駁的圖像告訴我們，瑪雅人認為金星週期的其他階段同樣充滿了凶險。不管是晨星還是昏星，天上的這顆星星都值得他們用最嚴肅的態度去對待。所以這本書到底是什麼？它其實是一份由祭司、長者，就是這些懂得解讀天象的精英所掌握的一種預判未來的工具，是一份指導整個社區做出重大決策的儀式性指南。沒錯，它提醒人們什麼時候該躲避災禍，什麼時候可以發動戰爭，什麼時候又必須保持克制和謹慎。對一個瑪雅爾社區來說，這本書的力量不只是知識，更像是一盞在不確定性的迷霧中給你指引方向的燈塔。儘管它的出土過程到現在還是個謎，但這本墨西哥瑪雅手抄本確實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獨一無二的窗口。透過它，我們能看到11、12世紀的瑪雅人是怎麼思考的，他們怎麼把天象、時間還有人間的事物編制成一個完整又嚴密的體系。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重新認識到瑪雅人作為傑出天文學家的高度。他們不只是在仰望星空，更是在混亂裡尋找規律，並且用極其嚴謹的方式把這些規律保存下來，傳給未來。這本幸存下來的書就是一把鑰匙，幫助我們理解一個古老的文明是怎麼去面對不確定性的。那麼最後，我們想留給你一個問題去思考：除了觀測金星，古代文明還曾經用過哪些方式來解讀天空、預測未來，並且用這個來指導他們的社會？這些古老的宇宙觀和我們今天用海量的科學數據來預測未來的方式，在本質上有沒有某種相通的地方呢？